看到郎红军手机上的文字，叶晨心中惊讶不已。他没想到郎红军竟然这么快就看出了问题，于是他便接过手机，一边悄悄在上面打字，一边笑着说道：哎呦老哥，你这儿子长得可一点都不像你呀，比你帅多了。说话间，他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老哥，哪里有问题？随后将手机递还给了郎红军。郎红军此时接过手机，笑着说道：我儿子长得像他吗？我跟你说，你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媳妇长得那叫一个漂亮，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我媳妇年轻时候的照片。说着，他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嘀咕着说道：哎呀，我手机里的照片实在是太多了，2-3万张，找起来还真有点费劲。过了一会儿，他才将手机递给叶晨，说道：诺，你看看，这是我俩结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 P 图、修图，还有什么美颜相机的说法。叶晨接过手机，便看上面写了一大段字：老弟，开车那小子说这里没有手机信号，可是我刚才明明看到大约1-2公里外的旷野里有一根信号塔，虽然看着很模糊，但我本身就是做通讯工程的，信号塔什么样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按理说就算在老旧的基站设备，也不可能仅仅1-2公里就没信号了，尤其这里几十公里都没什么遮挡，信号就更不可能覆盖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肯定不太对劲。叶晨看到这里，不由对郎红军刮目相看，但他不想郎红军过早陷入紧张，以免打草惊蛇，于是便嘴上说道：还真别说，嫂子年轻时长得确实漂亮。说着，手上敲下一行字：那信号塔会不会是坏的？这种地方信号塔年久失修也很正常吧。郎红军接过手机，一边打字一边说道：对了，我还有个小女儿，跟我媳妇长得也可像了，我给你找照片看一看。说话间，郎红军又打了一行字：我一开始也这么以为，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导航软件，发现导航软件连卫星信号都搜不到，这就更诡异了。就算墨西哥基础建设很差，就算刚才那根信号塔确实是坏的，但天上的卫星不会坏， GPS 有超过24颗卫星同时在6个轨道面工作，就算墨西哥是无人之境，也一样能收到卫星信号，但我的手机已经搜不到任何卫星信号了，这就证明车上一定是有某种屏蔽设备，能同时屏蔽通讯信号以及卫星信号。叶晨看到这里，心里不由感叹，果然是术业有专攻，对方安装的屏蔽器刚好触及到了郎红军这个通讯领域人才的专业领域，所以他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不对劲。不过也能看得出，郎红军绝对是个聪明人。叶晨生怕他轻举妄动，便在他手机上回复：老哥，你先不要轻举妄动，咱们看看再说。郎红军急了，又找理由给他看手机，在上面回复道：老弟，不能拖下去了，咱们俩现在想办法逃走，或许还来得及，要是等到了地方，咱们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叶晨回复道：我们总不能跳车逃走吧？车速这么快，跳出去必死无疑，更何况开车的那个老莫身上有枪，就算咱哥俩跳车没摔死，他上来补一枪，咱俩也肯定死透了。郎红军回复他：可等到了他们的地盘，我们就更没机会了啊，到时候还不是任人宰割。叶晨便回复道：咱们俩一穷二白，他们肯定不会是谋财害命，说不定是打算把咱哥俩骗到船上当个免费劳工也说不定，那样的话，咱们俩只要乖乖听话，活命应该问题不大。要是现在逃走，咱俩大概率要死在墨西哥。我虽然说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可我说什么也不想埋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啊。
郎红军看到叶晨的这段回复，瞬间陷入了挣扎。他知道叶晨说的大概率没错，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想要逃走的话，只能是拼死一搏。可是拼死一搏的下场，大概率就是个死。毕竟对方是有所准备的，而且还有枪在身，到时候一言不合就开枪，自己和叶晨肯定要被弃尸荒野。郎红军毕竟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对墨西哥的情况相对比较了解。这地方到处都是武装犯罪集团，武装犯罪分子的人数恨不得比警察和军队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在这地方，犯罪集团杀人比上街偷自行车还简单，别说是普通人被杀，就算是墨西哥的富豪、政客、高官，也经常隔三差五被绑架暗杀。在这种地方死2个外来游客，在墨西哥警察的眼里，比某个网吧门口丢了2辆自行车还要不值一提。想到这，郎红军虽然心中十分紧张忐忑，但是也不敢轻举妄动。他觉得叶晨刚才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自己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对方要自己的命也没任何意义。如果他们还想着绑架自己，再问家里人要赎金的话，就更不可能了。自家现在已经是绝对的负资产，说难听话，自己老婆能拿出来的钱都不够他们开着这辆皮卡车到机场接自己一趟的油钱。所以郎红军觉得叶晨分析的应该是对的，他们大概率是想骗自己过来出苦力。要真是那样的话，虽然可能是暗无天日，但起码还能留一条命。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再俗话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里，他心里已经有些认命，刚才想要垂死挣扎的念头也彻底打消，随后便又用手机打字给叶晨，上面写着：实在是对不住你了老弟，是老哥连累你了。叶晨倒是一点儿也不紧张，在他的手机上回复道：哪儿的话是我主动要来的，真有什么后果也跟老哥你无关。随后叶晨又补了一句：老哥，既来之则安之，好在咱俩相互之间还能做个伴儿，是福是祸的，等到了地方就知道了。郎红军真没想到，叶晨这个比自己年轻了10几岁的小老弟，看问题竟然能如此豁达。受叶晨的影响，郎红军的心里此时此刻也没有刚才那般紧张了。不过他也做不到像叶晨那般豁达，所以在删除了所有的文字内容之后，一个人看着窗外，心虚又心慌。